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幂狐妖杀青，祝绪丹敦煌风造型曝光，网友这个造型惊艳。由杨幂、龚俊主演的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正式官宣杀青横店戏份。该剧改编自国漫大 IP《狐妖小红娘》，自开拍之日起便成了网友热议的焦点。从动漫 IP 与真人适配度到选角再到造型等等，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无疑都成为了热搜上的常客。随着全明星阵容曝光后，更是点燃了网友的期待之情。毕竟，冲着演员阵容，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便早已领跑了不少古偶剧。而该剧的造型更是让人眼前一亮，一扫仙侠剧的寡淡风。继《长月烬明》《70吉祥》等剧后，又一部单靠造型就能吸引观众的剧。从目前的流出的造型来看，男演员的妆造还算中规中矩，女演员的造型才是百花齐放，让人惊艳不已。在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中，易小雅简直杀疯了。01涂山红红，杨幂一路被嘲，多套造型亮丽吸睛。从曝光杨幂将出演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涂山红红一角时，其实就遭来过不少嘲笑。毕竟杨幂身为85花，年龄摆在那里，甚至被网友嘲是小红娘变老红娘。但单从涂山红红的人设而言，还是与杨幂的外形十分贴合的。涂山我照的懂，妥妥的霸气御姐，还战斗力超群。而杨幂素来还被人称为狐狸眼，虽说不能100%还原动漫中涂山红红的模样，但确实具有一定的适配性。此后在官宣时，杨幂又因造型问题引起争议，不少网友指出，相比其他女演员的造型，身为女主杨幂的造型显得不够精致华丽，一时间引发诸多的讨论。最后的来了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制作人，也就是恒星老板王一许的辟谣，幂的造型最多，上镜更是绝美，有新人引导，坏心眼的黑子太多，放心吧。而正如王一许所言，在官宣过后，杨幂在《狐妖小红娘》剧中的造型也被一一曝光，有让人梦回《仙剑3》的红衣造型，也有仿照动漫中红红原型还原的造型，也有凸显红红霸气的白衣造型等等。虽未得见杨幂在《狐妖小红娘》中的全部造型，但从目前曝光的造型来看，确实也看出了造型师的用心。高清图都能看出服装发饰的精致，亦让人对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安下了心。02涂山雅雅，可甜可盐的郭晓婷，紫色造型让人一亮。都知女二涂山雅雅一角其实一开始并不属于郭晓婷，因某女星出事，所以郭晓婷才临时救场，被换到了涂山雅雅的角色上。不过即便原先涂山雅雅并不属于郭晓婷，目前来看却也与郭晓婷适配度极高。虽说在动漫中涂山雅雅是一个高傲气场强大的角色，但也有调皮可爱的一面，而郭晓婷一向给人是甜妹的印象。不过在看过《与君初相识》、恰似故人归以及苍兰诀后，便能知道郭晓婷的可塑性。而郭晓婷在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中也有不少造型，其中一组紫蓝色服装的造型尤其让人眼前一亮，配合上郭晓婷的甜妹气质，简直是量身定做一般。不得不说，易小雅确实是懂郭晓婷的，这在苍兰诀中，易小雅为郭晓婷设计的造型也是可圈可点，其中一套唐装造型更是让人惊艳不已，光看造型就有了让人打开电视剧的欲望。在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中亦是如此。03祝绪丹敦煌造型曝光，陈都灵树精灵绝美，陈瑶人设造型吃亏。在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中，
有属祝绪丹的造型是藏得最严实的。杨幂、郭晓婷、陈瑶、陈都灵等人都有多款造型流出时，出演御妖国单元的祝绪丹却只有糊涂或者是妆容图，让人一直无法窥探她出演的御妖国公主的真面目。不过，近日终于有了祝绪丹御妖国公主的高清图，原来还是一款敦煌风造型。随着该款造型的曝光，直接让网友高喊好美啊，被惊艳到了。可见这款敦煌风造型的备受看好。而早前也有传祝绪丹有望出演涂山雅雅一角，如今再看，祝绪丹确实更适合御妖国公主这个角色。即便只是单元剧女主，拥有这样精美的造型以及不错的人设，祝绪丹这把也不亏。除了郭晓婷、祝绪丹外，陈都灵在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中的造型也惊艳了不少人。在该剧中，陈都灵饰演月提辖一角，亦出自尾声这一单元。单以单元篇的故事剧情而言，尾声这一篇章的故事篇章其实并不精彩，相比月红篇、御妖国以及千言都少了一点看点。但陈都灵树精灵的造型曝光后，却也吸引了不少人的视线，与动漫中的造型高度切合的同时，更是将陈都灵身上那股古典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而张凌赫的加盟，更是为尾声这一单元增加了看点。俊男美女的组合，谁能不爱呢？相比之下，陈瑶在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中的造型就差了一点意思。不过这也是为人设所累，毕竟陈瑶饰演的绿间文是一个女捕快，所以首发的路透照中，陈瑶的造型也偏英气型，与杨幂、郭晓婷、祝绪丹、陈都灵等人的造型显然是两种画风。不过后续撇去硬朗的造型，陈瑶一款绿衣红发带造型也让人直呼惊艳。有别于男装造型的英气，绿衣造型则凸显了陈瑶的柔美。另一方面，陈瑶虽说在造型上不及其他几位女演员的华丽，但胜在千言这一单元的剧情精彩，更是被不少称为《狐妖小红娘》中最虐的一个章节。毕竟造型是锦上添花的事项，最后还是要靠剧情留住观众。而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堪称一部颜值剧的同时，胡连心、温峥嵘在剧中的造型也别具特色，古偶剧造型师确实是卷起来了。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也在给那些仍在摆烂的造型师敲响警钟。造型虽说不是一部剧的全部，但连造型都拿不出手，又何能看出剧组的诚心呢？毕竟当下的观众已经看厌了如出一辙的古偶剧造型，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的出现确实足以眼前一亮。对此你如何看？你喜欢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的造型吗？谁的造型最让你惊艳？